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宋彤。然后今天这一集呢，其实是我期待已久的，就非常想要录的一集。我从上周就开始期待我这一周要做这个东西。今天呢，就是来跟大家说，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喝啤酒的习惯？那因为我个人呢，之前有讲过嘛，我个人就是我床头柜摆了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酒。个人对于啤酒呢，其实是不管在吃烧烤、去吃日本料理啊，其实都一定会点一杯，不止一杯。就是至少都会点啤酒来喝，然后我比较爱喝的好像是黑啤吧，就是跟生啤比起来，很爱喝黑啤，或是就是黑白啤混合。你看很狂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酒的习惯？那今天要介绍的小物呢，其实是让大家在家里呢都可以有非常好喝的啤酒可以品尝。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台灯呢，允许我来介绍一下它的名字，它就是 One Amadana Beer Server 啤酒机。当然我把英文讲完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来开箱喽。每次都很期待这个时间可以开出什么东西。它的外观非常的高级耶，就是整个黑色的包装，我觉得超美的。哇，里面是白色的。这个我先看这个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啤酒机的本体，拆开给大家看。很碎耶，很赞的，你看这个。啤酒机的本体，先放在前面给大家看。继续看里面还有什么？这个是盖在上面的吧？的东西。哇，这个有点重量哦。这是水吗？冰点下保冷剂，很酷哎。这个2片，这应该是那个把手吧？就是可以挤出啤酒的那个。好，首先呢，要先跟大家说，这个马达部分呢，它其实上面是需要安装2颗3号电池的。那因为呢，买的时候呢，机子其实不会附电池给你，所以提醒大家呢，要安装之前要先记得呢，去买3号电池进来放。那我现在就变出2颗3号电池给大家，噔呢，来装进去。我的电池好美哦，是白色的哎，跟我一样美，开玩笑的。好了，我就装好了，放进去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带起来。电池部分先完成。接着介绍的是呢，它的机体本身呢，先转给大家看。它里面呢，其实就是要放我们刚说的这一个保冷剂。那保冷剂呢，其实提醒大家要记得放在就是冷冻库里面，然后上面是写说放置足够冰冷再使用，所以大家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需求，整个是冷冻的话，其实相对来说保鲜的程度应该会更高。按照它那个圆形的弧度给它放进去，这样。记得这个凸要在上面，因为其实这个凸在下面也没办法放啊，对。那大家有看到这一根管子，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导管的作用哦。待会我们把啤酒放进去之后呢，就是把这个管子插进啤酒罐里，它就会引导我们啤酒就流下来。然后呢，现在就是把它按照那个卡榫装进去，然后记得就是卡紧，它会在刻度会一样。好，那接着我们要开始把这个马达装上去。马达装上去，它其实要先从后面这边有个卡榫，先卡住后面。然后再往前卡紧，它这样就装进去了。然后如果要拆开的话呢，我们就从这边有一个算是往上按压，它就可以提起来，所以非常的容易，拆卸都很方便这样。好，那接着要装的就是这个了，把手的部分，它就从上面这样螺旋的转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完成我们的安装。然后我今天买了我没有喝过的啤酒，就来开始示范给大家看。美其名说示范啊，其实是我自己非常想喝。好，那在开始之前呢，想要来问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哦。我相信大家在喝啤酒的时候呢，不管倒啤酒、喝啤酒，都不希望上面有流泡泡。但你知道吗？其实上面有流泡泡，它是有一定的作用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？可以回答我吗？不知道，哈哈，我知道。我来跟大家说，好，其实呢，如果上面有流泡泡呢，其实可以让啤酒它维持在一定的
新鲜度，就像我们在喝牛奶或是任何的食物都一样，它就类似，比如说我们去生鲜超市买一些蔬果，它就类似外面那一层保鲜膜的概念，它让食物尽量不要去氧化，所以留那层泡泡呢是要维持下面的啤酒它的鲜度，有留那层泡泡，时间放久了之后，它的味道还是会维持在一定的标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示范给大家看哦，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。基于呢我实验性非常强的精神呢，一样今天呢会有对照组哦。那今天的对照组呢，就是一个是我们用手倒的，然后一般大家倒啤酒的倒法就是沿着杯壁这样倒，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会使用这一个啤酒机倒出来的啤酒。那现在我们就先倒这个就是手倒的，哇，好像很直接的喝哎，为什么要倒杯子啊？我觉得这样喝是比较有仪式感的，对。然后大家一般基本上都是这样倒嘛，就是会沿着杯。然后可能倒完之后会再，你看我这种姿势就是啤酒高手的感觉，就会越来越直，越来越直，完美！天哪，我真的很会倒。然后这是我们一般的倒法，可能就会比较偏向这样子。好，那接着呢就要来使用这个啤酒机。那在使用之前呢，一样先把这个啤酒打开，然后放进我们刚说的这一个里面。那我已经把这一个保冷剂放进去了，那我们就只要把啤酒放进去，这个导管把它插进这个啤酒罐里，就可以把它扣紧。扣紧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使用。那在使用之前呢，其实也要跟大家说，这一个 One Amadana 啤酒机呢，它往前推动，往前就是往我现在往前推动，它就是会出啤酒，然后往后呢就会全部都是泡泡。我今天可能会希望我可以抓个1/3的泡泡在杯子这边，以我们这种常喝酒的人，看能不能成功。它其实出口是斜的，我们就可以把杯子沿着它的出口这边，然后也是放着。因为我现在的角度其实比较不好倒，所以不过为了示范给大家看，还是一样先往前。对，你有看到它现在出来的都是啤酒居多。好，然后到一定程度，我想要换泡泡了，它现在接下来出来都是泡泡。对，我相信呢，如果有常在喝啤酒的朋友，应该就是基本上我们会希望它的泡泡是满杯张力的状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比较一下呢，现在这2杯的差别。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是用啤酒机倒出来的，这个是刚刚手倒的。那它泡泡的部分呢，其实它就非常绵密，跟刚刚我们手倒的其实有非常大的区别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先来试喝喽。现在试喝这个刚刚手倒的啤酒，终于可以试喝。因为它大概放了一段时间了，所以它其实泡泡消退之后，它的气整个比较会减少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喝啤酒机倒出来的，非常期待。哇，是可以一口接一口哎。对，而且其实因为我真的是个喝酒很慢的人，所以我就会非常需要这样子的东西去维持它的风味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就来单纯的喝看看它上面的这一个泡泡的部分。因为我是个还蛮喜欢喝奶盖的人，所以我就觉得它喝起来就是跟一般的奶盖很像，有一种微甜的感觉，就是会一口接一口哎。喝起来好像很高级的啤酒的感觉的概念哎，我就觉得很酷哎。好，那这个啤酒机呢，它其实适合小罐那种，甚至到餐厅一般的那种比较玻璃瓶那种都可以放得进去。那它清洗其实也非常方便，就是拆卸掉之后，就是导管就可以拿出来清洗。有这种啤酒机，它就可以维持啤酒的风味。然后现在大家都追求一个生活的仪式感，我觉得它就非常适合，比如说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个啤酒机，然后就是觉得好像也很好玩，然后很有趣，然后大家一起有一种不同喝酒的体验，也可以让喝啤酒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有生活感的感觉。对，好，就可以推荐给大家。好了，那这台 One Amadana Beer Server 啤酒机呢，想要推荐给想要慢慢品尝啤酒的人，以及在 Party 还缺一个神器的人，
还有就是想要有获得喝酒新乐趣的人，推荐给你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宋彤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或是想要得到最新的商品资讯，请按赞、留言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摄影师也很想喝。